我贪便宜租了套凶宅，搬进去第一晚淋浴就自己开了。我对着空气怒吼：“水费你交啊！”水流瞬间停了。我以为这是个开始，没想到第二天，我在饭桌上看到了3菜1汤，旁边还留着一张纸条，餐费25，脑子里飞速计算，3菜1汤，有荤有素，卖相极佳。外面餐馆这么一顿少说也得50，AA 制才25，太他妈值了！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油光锃亮的红烧肉放进嘴里，好吃到我差点把舌头吞下去。我一边风卷残云，一边对着空气含糊不清的吐槽：“我说鬼大姐，你也太小气了，人都死了，还这么斤斤计较，格局打开点行不行？”空气里静悄悄的，只有我咀嚼的声音。吃完饭，我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看着油腻的碗盘，我懒癌发作，试探性地把碗盘堆在水槽里没洗，就当是测试一下这位室友的底线。第二天一早，我被一阵锅碗瓢盆的轻微碰撞声吵醒，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厨房门口，看到水槽里的碗被洗得锃亮，码放得整整齐齐，旁边又是一张纸条，这次不是血渍，是普通的黑色水笔，洗碗费一次5块，月底结算。我气笑了，真香！我林北活了20多年，第一次见到这么有原则的鬼，我的好胜心被彻底激起。斗法是吧？来啊！我故意把装满了垃圾的袋子放在门口，堵住半边路。有本事你给我扔了！没想到第二天垃圾袋消失了，门上还贴着一张便利贴，跑腿费10元。我深夜加班拖着半条命回到家，摸黑想开灯，突然客厅的灯自己亮了，光线柔和不刺眼。我心里某个角落忽然软了一下，紧接着一张纸条从灯罩上飘悠悠的落下来：为你留灯电费另算。得，刚升起的温暖瞬间被电费另算4个大字砸得粉碎。我对着天花板翻了个白眼。日子就在这种啼笑皆非的斗法中一天天过去，我渐渐摸清了我这位鬼室友的脾气。他叫柳如烟，有洁癖。我把内裤扔在地上，那只内裤都会自己跳进洗手池。还有强迫症。我书架上的书但凡有一本没按身高排队，第二天必定被整理得整整齐齐。他厨艺精湛，但极其记仇。我吐槽一句菜咸了，他能连续3天给我做白水煮豆腐。他还是个毒舌。我买了件打折的衬衫，在镜子前试衣服，镜子上会慢慢浮现出一行水汽凝成的字：审美堪忧，品味堪忧，钱包更堪忧。我气得跳脚，冲着空气大骂：你管得着吗？一个死了都要 AA 制的铁母鸡！然后镜子上的字会变成彼此。我开始习惯它的存在，甚至有点享受。起码我再也没吃过泡面，起码这个冰冷的大城市里有了一个会为我留灯的人。尽管那灯是要钱的。这天我唯一的兄弟季伯昌来看我，我提前跟柳如烟打好招呼：我兄弟要来。他胆子小，你今天安分点，听见没？一本杂志从桌子上飘起来，上面是硕大的 OK 2个字母。第二天季伯昌一进门，夸张地吸了吸鼻子：林北你发财了，请保姆了。这房子干净的不像你住的地啊！生活习惯变好了。话音刚落，正在播放枪战电影的电视突然跳到了财经频道，季伯昌顿时被吓得一哆嗦。遥控器呢？怎么突然变频道了？可能接触不良，我面不改色的把频道调回去。我们正聊着天，季伯昌面前的杯子朝着桌子边缘平移了5厘米。我操！什么鬼？杯子自己动了！我淡定的把杯子挪回去。别怕，我室友有点调皮，但饭做的不错。季伯昌惊恐的看着我，那眼神像在看一个精神病一样。林北，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出现幻觉了？我叹了口气，知道这事儿没法解释。送走魂不附体的季伯昌，我有些失落地坐在沙发上。这时客厅的灯光暗了一些，变得更加柔和。我转过头看向那扇巨大的落地窗，一个穿着红裙的高挑轮廓第一次那么清晰出现在我眼前。她依旧是半透明的，像一团会行走的雾气，但我能看清她披肩的长发。她正在一丝不苟擦拭我今天早上没擦干净的窗户，那动作专注认真，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优雅。我忽然觉得兄弟的担忧，全世界的不理解都不重要了。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我终于有了一个家和一个非常独特的家人。但好景不长，资本的寒气还是吹到了我这个小小打工人身上。一份冰冷的邮件和几行毫无温度的官方说辞，就终结了我每天通勤2小时换来的微薄薪水。抱着纸箱，我走在人潮汹涌的街头，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一件被丢弃的垃圾。回到家，我用被子蒙住头，压抑了许久的委屈和不安，终于在此刻决堤。不知哭了多久，客厅里隐隐约约传来悠扬的古典乐，是我最喜欢的那首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我曾经在吃饭的时候对着空气说过一次，这首曲子好听，感觉在难的日子都能熬过去。我吸了吸鼻子，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房门。餐桌上摆着一盘热气腾腾的可乐鸡翅，旁边一张纸条安静地躺着，上面只有2个字：免单。终于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温暖。我第一次对着空气认真地说：谢谢你，柳如烟。空气中仿佛有一声极轻的叹息。吃饱后我打开电脑，开始疯狂地投简历，但投出去的简历都是石沉大海，偶尔有几个面试也都在最后被刷掉。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每天都在减少，焦虑啃食着我的神经。我开始整夜的失眠。终于我收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公司的面试通知。随后我把压箱底的唯一一套正装翻了出来。面试那天我起了个大早，
走。因为过度紧张，在楼下的咖啡店买早餐时，手一抖，一杯滚烫的美式尽数洒在我的衬衫上。那一瞬间，我感觉天都塌了。我狼狈地跑回家，想死的心都有了。离面试只有1个小时，我根本来不及去买新的，难道就要这样放弃吗？就在这时，我听到卫生间里传来洗衣机启动的轻微呼鸣声，我愣住了。我冲过去，看到那件被咖啡污染的衬衫正在洗衣机里翻滚。20分钟后，洗衣机停了，烘干功能启动。又过了20分钟，一件干净温暖还带着淡淡清香的衬衫被一个无形的衣架挂在了我的房门上。我怔怔看着那件焕然一新的衬衫，感觉像在做梦。我换上衣服冲出家门去。地铁站的路上正是早高峰，眼看着时间1分1秒过去，我急得满头大汗。就在我准备转身去挤公交的时候，我面前的那一台地铁闸机突然滴的一声绿灯亮了，栅栏自动打开。我来不及多想，我一个箭步冲了过去，冲上站台。我要坐的那班地铁车门正在缓缓关闭。完了，我心头一凉。就在车门即将合拢的瞬间，门缝里像是卡住了什么东西，发出一声刺耳的警报，又重新弹开。我连滚带爬的挤上了车，车上我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心脏狂跳。这一切太巧合了，巧合的就像有人在为我开路。我赶在面试开始前5分钟到达了公司，坐在会议室里等待面试官的每1秒都是煎熬。过了很久，终于轮到我了。我深吸一口气走进房间，4个面试官一字排开，表情严肃。我紧张的手心冒汗，准备好的自我介绍到了嘴边却一片空白，我的大脑死机了。就在我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时候，桌子上的一支黑色签字笔突然滚到了我手边。我下意识握住笔，冰凉的触感让我瞬间冷静了。我低头一看，笔身上用小刀刻着2个微小却清晰的字，稳住。我的心瞬间定了下来，那2个字像一剂强心针注入了我的身体。各位面试官下午好，我叫林北。那一场面试我发挥的前所未有的好。1周后，我成功的收到哪家公司的入职通知。入职那天，我第一时间冲进超市买了瓶好酒，还有许多新鲜的食材。回到家，我做了一大桌子菜，然后把2个杯子倒满酒，举起其中一杯。柳如烟，这杯酒谢谢你。我的金牌辅助。另一个酒杯轻微的晃动了一下，发出一声清脆的碰撞声，像是在回应我。我笑着，眼眶却湿润了。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有一个看不见的守护神。我和柳如烟的同居生活，在拿到新 offer 后，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和谐。我负责赚钱养家，他负责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顺便用他那套经营逻辑监督我的消费，规划我的理财。我甚至开始享受这种独特的陪伴。每天下班回家有热饭热菜，每个月发工资有财务总监帮我做预算。每次遇到工作难题，书桌上总会莫名出现一些相关的书籍和资料。他像一个沉默的导师，一个全能的管家，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但我对他的过去却一无所知。随着我们之间越来越默契，我的好奇心也越来越重。柳如烟到底是怎么死的？网上那则言语不详的报道说她是意外煤气中毒身亡的，可我总觉得不对劲。我试着问她，柳如烟，你到底是怎么死的？房间里的灯光闪烁了一下，他似乎想表达什么，但又被某种力量困住，无法清晰地传递信息。他的反应越是激烈，我就越是怀疑。最终，我决定从这栋房子入手。我找到了当初租房给我的那个房产中介沐浴露，我约他在附近的餐厅见面，借口是咨询一下续租的事宜。沐浴露还是那副热情和善的样子。林先生住的还习惯吧？那房子地段好，户型也好，就是之前出了点事，一般人镇不住。我看你气色这么好，就知道你肯定没问题。是挺好的，我就是有点好奇，这房子之前到底发生过什么？我上网查了，就一则很模糊的新闻，说是房主意外去世的事。都过去的事了，一个意外嘛。年轻人别想那么多，安心住着就好。那房子风水其实不错，你看你住进去没多久，工作都换了更好的，这是要转运啊。他把话题巧妙地引开了言语之间，不停劝我不要多想。他的热情在我看来透着一股子不协调的诡异。一个正常的中介只会关心房租和合同，他为什么这么关心我的心理健康，并且一再阻止我去了解这栋房子的过去？在客气1分后，我和沐浴露挥手告别。但这次见面不仅没有打消我的疑虑，反而让我的警惕心提到了最高。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让我感到恐惧的梦。梦里我站在一片浓重的白雾中，看不清周围的景象。我听到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在激烈的争吵，是柳如烟。我拿你当朋友，你居然动这笔钱！沐浴露，你疯了！如烟，你再帮我一次，最后一次，我保证把窟窿补上。不可能，这是客户的钱，你这是在犯罪，那你就是要逼死我了！争吵声越来越激烈，最后我听到一声沉重的闷响和什么东西倒地的声音，然后一切归于寂静。我猛地从梦中惊醒，心脏狂跳，后背一片冰凉。那个梦太真实了，沐浴露，梦里柳如烟叫出了这个名字。我打开灯，发现书房的门虚掩着。我记得我睡前明明关好了，我走进去，看到书桌最下面那个上了锁的抽屉，此刻竟然被打开了，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本黑色的皮质日记本。我心脏漏跳了一拍，是柳如烟在指引我吗？我颤抖着手翻开日记，日记的内容大多是关于金融投资和一些生活琐事。我快速地翻阅着，终于在日记的后半部分找到了一个频繁出现的名字沐浴露。日记里记录了柳如烟和她的商业伙伴一起合作了一个投资项目，后期他发现沐浴露背着他挪用了一大笔资金去炒高风险的虚拟货币，结果亏空了，留下一个巨大的财务窟窿了。柳如烟在日记里写道：我无法相信沐浴露会做出这种事，多年的信任在贪婪面前一文不值，我必须让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无论后果如何。这是他最后一篇日记，沐浴露。我的血液瞬间冷了下来，我拿着日记本回到客厅，对着空气声音发颤地问：柳如烟，杀你的人是不是沐浴露？
话音刚落，整个房间的温度骤然下降，头顶的水晶吊灯开始剧烈的摇晃，墙上的钟表摔在地上，发出刺耳的破碎声。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他最强烈的反应，但这个反应证实了我所有的猜测：柳如烟不是意外死亡，而是被谋杀的。而那个逍遥法外的凶手，就是那个对我笑得一脸和善的房产中介沐玉露。真相像一把淬了冰的尖刀，捅破了我和平生活的表象。我看着这个被柳如烟打理得一尘不染的家，第一次感觉到了刺骨的寒意。我不能坐视不理。林北，你不能送。柳如烟，你放心，我会帮你把她送进该去的地方。房间里的灯光停止了闪烁，恢复了温暖的色调。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制定计划。我需要证据，日记本是重要的线索，但不足以定罪。我需要让周沐玉露自己露出马脚。我以对投资理财感兴趣，想请教专家为由，再次联系了沐玉露。这次我约她在一个嘈杂的露天咖啡馆见面，并且提前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林小哥真是上进啊，刚换了新工作就开始考虑理财了。没办法，穷怕了。主要还是木姐你眼光好，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房子，让我转了运。说起来我还是很好奇，这房子的原房主刘小姐，听说她生前也是个金融精英，她是不是也做投资啊？我紧紧盯着沐玉露的眼睛，当我提到柳如烟3个字时，她的瞳孔有微不可察的收缩。是啊，柳小姐是人中龙凤，可惜了，天妒英才。我最近在家里找到她留下的一些日记和笔记，里面好多专业的术语都看不懂。木姐，你跟她熟，能不能帮我看看？我适当的抛出了诱饵。沐玉露的脸色终于有了一丝细微的变化，她端着咖啡的手颤抖了一下。日记哦，别人的私人物品，我们还是不要乱看的好。林小哥，你住在那栋房子没遇到什么怪事吧？怪事？比如呢？比如半夜听到什么声音，或者东西自己动之类的。他的声音压得很低，眼神里带着一丝探究。我心里一沉，他这是在试探我，试探我到底知不知道柳如烟的存在。没有啊，睡得特别香，可能是我八字比较硬吧。那顿饭我们俩都在互相试探，但谁也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从那天起，我感觉自己被一双看不见的眼睛盯上了。下班回家的路上，总感觉身后有不远不近的脚步声，一回头却什么都没有。家里的灵异事件也开始变得不友好，不再是井井有条的家务和贴心的留灯，半夜客厅会传来磨刀的声音，一下又一下，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瘆人。卫生间的镜子上会突然出现一个鲜红的血手印，像是有人刚刚从里面挣扎着爬出来。我知道这不是柳如烟干的事。柳如烟的灵异带着秩序感和一种别扭的温柔，而这些充满了纯粹的恶意和恐吓。是沐玉露可能用了什么办法，或者找了什么人，在故意装神弄鬼，想把我吓走。他怕了，他怕我从柳如烟的遗物里发现什么不该发现的东西。一个深夜，我被噩梦惊醒，看到卧室的窗户上凝结了一层薄薄的雾气，雾气上有几个正在缓缓形成的字，是柳如烟。她用尽了力气在上面写下了3个字：危险，走。她的字迹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力，而是变得歪歪扭扭，仿佛随时会消散。我的心狠狠地揪了一下，她在保护我，即使她自己被困在这里。她首先想到的还是让我离开这个危险的漩涡。我走到窗边，用手擦掉那3个字，对着冰冷的玻璃轻声而坚定地说：我不走，这是我们的家，该走的是别人。第二天，我请假在家，网购了几个伪装成充电头和摆件的微型摄像头，一个正对着大门，一个放在客厅的角落，还有一个藏在书房的书架上。摄像头安装好的第3天，沐玉露的电话就打来了。林小哥在家吗？最近燃气公司在做片区安全检查，我作为中介，需要配合他们上门核查一下你那边的管道情况。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检查煤气管道，多好的借口，既能光明正大的进入房间，又能为他下一步的计划做铺垫。我强压下心头的厌恶。好啊，我今天正好在家，你随时可以过来。挂了电话，我立刻给柳如烟留言。我在一张便利贴上写道：他要来了，待会儿见机行事。写完，我把纸条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半小时后，门铃响了，我通过猫眼看到沐玉露，我打开门，装作热情的把她迎进来。木姐辛苦你了。不辛苦不辛苦，为了住户安全嘛。她的目光从踏入房间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停下过，她像一条毒蛇四处扫视，客厅、餐厅、阳台，最后她的视线落在了书房那扇紧闭的门上。她走向厨房，我跟在后面。她装模作样的在燃气灶和热水器旁边敲敲打打，心思却完全不在这里。就在这时，她脚边的一张餐椅突然向后滑动了半米。谁？沐玉露脸色煞白的回头，客厅里却空无一人。怎么了，木姐？没什么，可能是我眼花了。他强作镇定，额头上却冒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这一下更证实了他心虚。一个不做亏心事的人，怎么会被一张移动的椅子吓成这样？我去一下卫生间。通过客厅角落里一面镜子的反射，死死盯着他的动向。他走出了2步，却突然调转方向，蹑手蹑脚地走向了书房。他来了，他的目标就是书房里柳如烟的遗物。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就在他的手即将碰到书房门把手的那一刻间，砰！卫生间的灯泡突然爆裂，紧接着洗手台的水龙头、淋浴喷头、马桶的水箱，所有能出水的地方，全部在同一时间自动打开。沐玉露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连滚带爬地从书房门口推开。我立刻冲过去，装出比他还惊慌的样子。怎么了，莫姐？是房子那边浴室里。哎，他经常这样，习惯就好了，可能线路老化了吧。沐玉露看着一片狼藉的卫生间，又看了看安静的有些诡异的客厅。那个林小哥，我看管道没什么问题。我公司还有事，
就先走了。几乎是逃也似的冲到门口，胡乱穿上鞋。在他拉开门侧身离开的瞬间，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不再有任何伪装，冰冷怨毒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杀意。我心中一凛，但没有躲闪，平静的与他对视。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靠在门后，长长的吐出一口气，双腿一软，差点坐倒在地。客厅里那张写着剑姬形式的便利贴无声的飘落到地上，我走过去捡起来。我赢了第一回合，我立刻打开手机查看摄像头的回放，视频清晰的记录下了沐浴露鬼鬼祟祟走向书房，以及他最后那个充满杀意的眼神。证据又多了一份，但我知道这次的试探的失败只会让他变得更加疯狂。下一次他不会再有任何伪装。暴风雨比我想象的来得更快。沐浴露的试探失败后，彻底撕下了伪善的面具。他知道这房子不干净，他决定利用这一点将计就计。他要故技重施，他要让我也死于一场精心布置的意外煤气中毒。凌晨2点，我被客厅里一声沉重的闷响惊醒。那声音像是有人从阳台翻了进来，落地时发出的动静是他沐浴露。我屏住呼吸，悄悄爬下床，躲在卧室门后，从门缝里向外窥探。客厅里一个黑影正在缓缓移动，他手里拿着一个工具包，径直走向了厨房。心脏狂跳，几乎要从喉咙里蹦出来。我强迫自己冷静，我摸到床头的手机，把屏幕亮度调到最低，手指颤抖着按下了110。电话接通的瞬间，我没有出声，只是将听筒对准客厅的方向。这是我曾经看过的求生技巧，不出声的报警。接线员会默认你处于危险之中，并对信号进行定位。做完这一切，我立刻点开摄像头的 APP， 打开了直播功能，然后将直播链接用一条预设好的求救信息一键发送给了基友季伯昌。伯昌，如果我出事，这就是证据，别报警，等警察联系你。发完信息，我死死地攥着手机，躲在门后，一动也不敢动。客厅里沐浴露已经走到了厨房门口，他要进去动手脚了。就在他推开厨房门的那一刻，异变陡生，砰一声巨响，厨房的门猛地在他面前关上。沐浴露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随即反应过来，开始疯狂地砸门。开门！给老娘开门！谁在里面？滚出来！我透过门缝看到客厅的空气中，一个半透明的身影正在剧烈的波动，是柳如烟。她的身影比任何时候都要暗淡，像一缕即将被风吹散的青烟。能感觉到，仅仅是关上并锁死那扇门，就已经耗尽了她绝大部分的力量。她在用她的存在为我争取时间。沐浴露砸不开门，开始用脚踹。老旧的木门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柳如烟的身影随着每次撞击都变得更加透明。我看到她原本清晰的轮廓开始模糊消散。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无法呼吸。我不能再躲着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为了保护我而魂飞魄散。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勇气瞬间冲垮了所有的恐惧。我环顾四周，目光落在了墙角那个我用来健身的平底锅上。我冲过去抄起那个沉重的平底锅，双手紧紧握住。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厨房门被沐浴露踹开了。她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红着眼睛冲了出来。她看到了我，看到了我手里的平底锅。臭小子，还想反抗？今天你们2个都得死！她拿着刀朝我扑了过来，我没有后退，反而迎着她冲了上去，用尽我全身的力气，将手中的平底锅狠狠地砸向她的头。当一声沉闷的巨响，沐浴露应声倒地。与此同时，我眼角的余光里，柳如烟那最后一缕淡淡的身影彻底化作了点点星光，消散在空气中。走了，她真的走了。空气中一张纸条悠悠地飘落在我脚边，上面是熟悉的血字，却带着一丝从未有过的温柔。保护费1条命，这次我请。我的力气被瞬间抽空，平底锅从手中滑落，发出哐当一声巨响。我跪倒在地，看着那张血色的账单，眼泪汹涌而出，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警笛声由远及近，得救了。可是我的世界也空了。警察及时赶到，将昏迷的沐浴露逮捕。我被当作战胜歹徒的英雄，裹着毯子带回了警察局。我的手机录音、家里的摄像头视频，以及我发送给季伯昌的直播链接，成为了将沐浴露钉死在罪证柱上的铁证。在审讯室里面，对着和善的女警，我讲述了所有经过。当然，我隐去了柳如烟的存在。我只说，我租了这套房子后，总感觉家里有些预警功能，比如有危险的时候，灯会闪，东西会掉。这次也是厨房的门突然自己关上，为我争取了报警和反击的时间。可能是之前的房主在天有灵保佑我吧。女警没有追问，只是同情地拍了拍我的手。有了这些线索，警方很快就从沐浴露的身上打开了突破口。她的手机通话记录、银行流水以及与地下赌场的资金往来，都清晰地指向了一个事实：多年前，她因为炒股失败，不仅挪用了客户，也就是柳如烟的巨额资金，欠下了庞大的赌债。在被柳如烟发现并要求她自首后，她走投无路，痛下杀手。她先是在与柳如烟的争执中用重物将其击晕，然后伪造了煤气泄漏的现场，制造了一起完美的意外事故。这么多年，她一直以房产中介的身份监视着这栋房子，生怕有租客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当她察觉到我可能与柳如烟产生了某种联系后，便起了杀心，企图用同样的手法让我成为这栋房子里新的秘密。几天后，各大新闻媒体都报道了这起尘封多年、凶案意外告破的新闻。柳如烟的名字终于不再和意外身亡这种可笑的词语联系在一起，她沉冤的血了。我坐在出租车里，看着手机上的新闻，长长的吐出一口气，释然，但更多的是空虚。我重新回到了那栋房子，重新回到了那个我和他称之为家的地方。推
推开门，里面干净整洁，阳光透过一尘不染的落地窗洒进来，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到处都是它存在过的痕迹，码放整齐的书，一尘不染的地板，厨房里分类清晰的调味瓶。可是我知道它不在了，再也不会有伙食费 AA 的血字条，再也不会有电费另算的温馨流灯，再也不会有那个穿着红裙子的模糊身影在深夜里为我熨烫衣服。我第一次感到了如此巨大的、令人窒息的孤独和悲伤。走到沙发前，抱住那个他最常坐的靠垫，把脸深深地埋进去，终于放声痛哭。哭累了，我开始整理房间。我想他那么爱干净，我不能把这里弄得一团糟。在整理书房的时候，我在那本日记本的下面发现了另一本黑色的账本，是我和他之间的账本，上面一笔一笔记着：5月10日晚餐 AA 制，林北欠款25元；5月12日洗碗，林北欠款5元；5月15日扔垃圾，林北欠款10元。我一页一页地翻着，笑着流泪。这个小气鬼，翻到最后一页，我以为会是一个欠款总额，但那里不是账单，而是一行字，一行用黑色水笔写的依旧优雅，却带着我从未察觉的温柔的字：林北，好好生活，按时吃饭，5年。我的防线在看到这行字的瞬间彻底崩溃，我抱着那本账本蹲在地上，哭得像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孩子。生活回归了所谓的正常，我继续去那家梦寐以求的公司上班，每天在写字楼的格子里扮演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没有人知道我经历了一场怎样的生死浩劫，也没有人知道我失去了一个多么重要的人。没有搬家，季伯昌劝过我好几次，他说这个地方太伤心了，我应该换个环境重新开始。我拒绝了，我说这里是我的家。我开始不自觉地遵守着我和柳如烟之间的规则。吃完饭我会立刻把碗洗干净，擦干水渍，放回碗柜。垃圾袋满了，我会第一时间扔掉，绝不让它在门口过夜。我开始学着做饭，虽然做得很难吃，但我会坚持做双人份的饭菜。我会把另一份摆在对面空着的座位上，然后对着空气絮絮叨叨地讲我今天在公司遇到的事，遇到的奇葩客户，拿到的项目奖金。我知道不会再有回应了，不会再有嘲讽我品味的字迹出现在镜子上，也不会再有古典乐在我难过时响起，但我还是固执地保留着这些习惯，仿佛这样他就不曾离开。我开始拼命工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努力。我拿下了好几个大项目，升职加薪，事业蒸蒸日上。同事们都说我像变了个人，冷静果决，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想让他看到，我想让他知道我真的有在好好生活。我用第一笔丰厚的项目奖金去了郊区的墓地，我找到了柳如烟的墓，照片上的她比我想象的要年轻，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眉眼清秀，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我在墓前放下一束白菊，然后我从包里拿出一份用 A 纸打印出来的账单，在火盆里点燃，上面写着房租、水电、安保费、精神损失费，共计一辈子。柳如烟，全部结清了，下辈子换我请你。火光映着我的脸，我笑了，眼泪却掉了下来。做完这一切，我以为我和他的故事就此画上了句号。直到那天，我因为一个紧急项目加班到深夜，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打开家门，一片漆黑。我习惯性地摸向墙上的开关，啪嗒，客厅那盏熟悉的落地灯亮了，温暖的柔和的光。我愣住了，我的目光缓缓移向客厅的餐桌，桌上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白色的雾气在灯光下袅袅升起。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像一尊雕塑僵在玄关，不敢动弹，甚至不敢呼吸。眼前的一切那么熟悉又那么不真实，是幻觉吗？我的心脏在沉寂了许久之后，重新剧烈地跳动起来。我试探性地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颤抖着喊了一声：柳如烟。柳如烟。客厅里静得可怕，只有那杯牛奶还在不知疲倦地冒着热气。我失望地垂下眼帘，果然是我想多了。我自嘲地笑了笑，正准备换鞋，就在这时，我看到牛奶杯的旁边那张我用来给他留言的便利贴上，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浮现。我屏住呼吸，死死地盯着那张小小的黄色纸片，一行熟悉的用黑色水笔写就的字迹，一个字一个字的清晰地显现出来：留灯费5元，牛奶费15元，月底结算。我的眼泪在看到那句月底结算时瞬间决堤，我再也忍不住又哭又笑。柳如烟，你这个小气鬼，你这个铁母鸡！灯光下那个我日思夜想的身影，短暂的凝聚成形，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清晰。虽然依旧是半透明的，但我能清楚地看到她穿着红裙子，脸上带着一丝熟悉宠溺的微笑。她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神说明了一切。原来那天的舍命相护，并没有让她魂飞魄散，只是耗尽了她所有的力量，让她陷入了类似沉睡的状态。是我对她的思念，是我日复一日的好好生活，是我固执地保留着这个家的完整。这些强烈的意念像源源不断的能量，将她从沉睡中一点一点地唤醒。你为什么不走？你的怨气已经洗清了，你可以去你应该去的地方了。他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身影飘到玄关的鞋柜旁，指了指柜门。我疑惑地走过去，拉开鞋柜，在我的一堆运动鞋和帆布鞋旁边，静静地躺着一双崭新的我从未见过的女士拖鞋，是我上次逛超市鬼使神差买回来的。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买，只是觉得这个家应该有这么一双拖鞋鞋，生活仿佛回到了起点，但一切又都完全不同。我看着他无奈的笑脸，也跟着笑了起来。
起来。是啊，还走什么呢？这里就是他的家，我也是他的家人。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亮了房间里飞舞的微尘，也照亮了两个相互依靠的灵魂。我们将作为彼此最特别的家人，继续在这座喧嚣的城市里书写属于我们的同居故事。当然，还有那本永远也算不清的甜蜜的账。